我的左前方就是南沙19冲的一个码头，前面就是深中通道，这非常宏伟的一座大桥，游泳跳水馆、体育场、体育馆，基本上体育中心就这么几个大件啊。这里叫滨湾路，真正就是靠海的地方。从这边来看看这条深中通道，可以看到上面高速公路叫升城高速。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开始从南沙19冲渔人码头，准备再去骑一下上次我有一次没有录到的地方，也就是大湾区体育中心到深中通道桥底下那段。我们再来回望一下，我的左前方就是南沙19冲的一个码头，这里呢也经历了很多年就是修我身后的这条大马路，这边呢萧条了一阵子，现在路修通了，就看看会不会恢复以前的那种生气。前面呢有一堆的渔船，这里呢是一个水产品的交易市场嘛，就渔民们捉了鱼呢就到这边来卖。经过很多年的施工这块以前都是一个一个的养鱼场的万顷沙最南面这个地方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从属于大湾区体育公园的区域了这边呢面水，当然还保留了很多的鱼塘，以后景观应该相当不错的。你看现在骑行的这种步道全部都是新铺设的这种路砖。左侧这边呢还有一些绿地还没有搞好但是再往前走呢，越接近大湾区体育中心的地方呢，应该都已经非常完善了有清水的平台，有可以在水边随意的走走的这种步道。虽然这个砖都是新铺的就感觉第一不是很平整，第二个好像都会撬动就这个施工的质量应该是还是不是特别好我上一次是带着我的小车搭乘地铁，从18号线的终点站万顷沙那边呢，就骑到这边大概有20来公里的路程。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这一段再往前，当时我还去到了大湾区体育中心的那个体育场上面去看了一下，然后呢沿着河边就可以看到深中通道的那个是海边了
那边的道路呢，一直骑行到了右侧最顶头，应该对面就是中山的地界了。然后呢，就再骑行到万顷沙站啊，在那边呢再搭乘地铁回到家。但回到家以后就发现啊，就我现在骑行的这一段啊，一直到体育场还有深圳通道边上的那一段呢，都没有路上了，也不知道是为啥。所以今天也是闲着没事干，我们就开车到了19村的渔人码头。我家人呢去那边采购闲逛去了，我呢打算再骑一段上次留下遗憾的这一段啊。今天天气应该是介于下雨不下雨的这种阴天啊，天气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呢好在气温呢比较合适，大概14、15度吧，所以呢我想着骑行应该也不大容易出汗吧，那我们就随意的再去逛逛啊。前面这段似乎还是没有修好，我看左侧这边还有好多工程啊，应该等到完全建成还需要很长时间吧。好，我们还是走可以走的路。从这边过去呢，江边的这步道啊、清水平台等等，都应该已经建好了，所以我们就贴在江边来走一段。你看啊，这就非常开阔了。这里宽阔的水面就是珠江的出海口的地方了。右前方的那几个圆乎乎的建筑物，这是大湾区体育中心的场馆啊。我们等一会儿再过去。虽然呢，外面有专门的骑行道啊，但我还是想到更清水的这个道路上面来走一走。这边看上去茫茫无际，都是一片水域，但是其实你望过去呢，那边是有座桥，就深中通道的大桥。我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天气非常好啊，但今天的阴天啊，江边风也比较大，好在呢不是很冷啊。
我记得上次我就骑行到这个前面，应该就是无路可去了。这边呢就可以听听潮，观观水啊。我们来看看啊，前面就是深中通道，这个非常宏伟的一座大桥啊，一直从深圳那边经过一段海底的隧道，然后呢，再有一座高架桥一直连通到南沙，进而呢再到前面的中山。这个对面呢就已经是一个体育场馆的建筑物啊，非常大。看看怎么才能够去到它的跟前啊。左侧就是体育场馆啊，但好像门口还在施工。现在我骑过马路啊，对面呢已经变成了巨大的停车场了。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巨大的停车场，里面一台车都没有，大概只有使用的时候，就很多观众要来的时候才会有车停在里面嘛。还做一个公交总站。以前这边呢都是水塘、养鱼塘啊，一个就接着一个。那现在呢，你看啊，这些鱼塘基本上该填的填啊，有些呢变成了一种小湖。那这个右前方应该要建一个20冲的地铁站啊，就是18号线会延长到这边来。据说呢，那一段好像有过什么塌方之类的事故，结果就没有赶上去年11月份召开的全运会了，大概是这样子的。但听说呢，以后这里未必是终点站了，应该从万顷山那边引出来，有可能呢，这边将来是个过渡站，终点应该是设到中山甚至珠海里面去。我看右侧地铁站的影子都没有，应该不会马上完工。现在在我的右侧有一条小河，河的里面呢都是体育，就风格还蛮统一的，都是那种圆形的，看上去梦幻式的这种建筑物，还是蛮好看的啊。那我们看看能不能进到里面去骑行一下。好像没有人管。
游泳、跳水馆、体育场、体育馆，基本上体育中心就这么几个大件啊。现在没人管啊，我听说好像如果没有举办什么赛事活动的话呢，这个地方是敞开的，让大家进来参观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现在你看啊，我身处这个一群的体育设施之中啊，我的左侧、右侧、前方都是那种梦幻式像飞碟一样的设计啊，这看起来是蛮好看的。所以前面的你看啊，有个体育场，我上次专门上到这个体育场上面去，可以看到看台。那我今天要想上去看一看啊，是不是还是可以上去的？我们还是往前看看，有条路可以上去的。我记得上一次好像还是有一个音乐的活动啊，就是五月天的演唱会在这边举办了一回。我觉得还有很多工程还没有完善，还在进行施工。左侧这个是体育馆，那我相信呢，我应该要去的是对面那个体育场啊，去走走看。感觉这个步道被拦住了，我们再看看还能从哪里上去呢？应该是上不去了，好吧，既然上不去，我们就到水边去逛逛。这里叫滨湾路，真正就是靠海的地方。现在我们上不去我左侧那个体育场馆，那我们可以到这边这个清水靠海的地方来看一看。我们来看看，这是万钱沙最顶头的地方。对面的其实是龙穴口，这边有很多龙门塔这地方呢，就是南沙场。我们来看看能不能造成清水的地方去看看。这边还是有很多的机器设备在施工，非常的吵闹。这里呢，就是真正的珠江口了。珠江分成很多国水道，其实比较大的就这里了。我们来看一看啊，你看啊，这个下面那些乱石堆，应该就是防洪堤吧。来看一看这里，这里有一个灯塔，一路望过去呢，你看啊，这个叫深中通道大桥，一路往西而去，两边都有很高耸的桥柱啊，一直直到南沙一条支线，还有那个直到中山，就这是这些年啊，以最快速度建起来的一个体育中心。那现在呢，称之为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那不管怎么说呢，以前这个地方和现在比呢，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啊。上次我在
这条清水的道路骑行的这一段呢，全部都没有录到。今天也是专门为此到这边来重新录一遍，那看看今天能不能把这段补上。没什么人啊，虽然今天应该是周末休息日，但是这边并没有什么人，也可能起风了，稍微有点凉有关系啊。还有呢，这边毕竟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家都来打卡的旅游的景点啊。看到这些设施呢，可以说初具规模，但还是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我记得上次我来这边骑行的时候，我现在骑行这条步道应该还没有完全贯通的，中间呢要回到大马路上。今天看看它通了没有。既然今天没有能够上到体育场的平台上面去观望一下，稍稍有些遗憾啊。上次这样的机会好像没了，但是我们今天呢，终于还是有机会在这条海边的步道上面骑行一段。就这条步道呢，貌似已经比上次来讲啊，都修通了。看看能不能一路骑到底。一路骑到底的地方呢，就是接近中山的地方，和中山隔河相望。然后打车呢？以后应该在这些水边会建更多的休闲让大家闲坐的地方啊，但目前看来呢，好像都还没有完善。从这边望过去啊，这一路呢都是高架桥啊，然后就连上了深中通道，这是一条支线吧，可以去深圳也可以去中山的一条大桥。国家呢，肯定从千年大计考虑啊，就在这个物理中心南沙放射出去呢，它就是一个大湾区，一直可以面向东边的香港、深圳，然后呢，西面的澳门、珠海、中山这里。但是这些伟大的计划啊，就你要落到实处，还是要跟当地和当下的这种经济形势挂上钩才行，否则的话呢，就有点撑不住啊。第一呢，钱撑不住；第二的话呢，是人撑不住，就没那么多人到这边来，因为来了也没事可干。
挣不到钱，所以这个要怎么解决？会不会开发了一阵子以后呢，就会停在那里了？那一停了，可能就10几20年。当然，如果说卯出劲啊，就能够真正的把它建好，筑巢引凤，那可能又是一番光景。那这个背后呢，肯定有经济的周期的逻辑等等啊。就但愿在经济周期的低潮的时候呢，开工建设，等到经济回升的时候呢，就开始做项目，就有更多人来这边生活工作，应该是这样的吧。好，我们到这边来观望一下啊。这边你看啊，这是深中通道的南沙支线，或者说一段甬桥。大家可以看到啊，你看这一座桥完全是跨在水里的。从我的左侧这边望过去呢，一直到看不见，完全看不见尽头的，就是深中大桥。然后前面右侧这一段呢，就是去往中山的那一段啊，那相对离中山就比较近了啊。好，我们继续沿着这条清水的道路向前，慢慢的骑不了为止啊，因为那边呢就是通过一条水道和中山地区隔海相望。这条道呢，我上次来的时候在修，应该是隔1-2个月了，现在照样在修。堆积了很多的这些杂物，看来是过不去了。我们稍稍的绕道一下，正好也从这边来看看这条深中通道，可以看到上面高速公路叫深成高速，翠亨新区是往右侧而去，深圳的就是往左侧走。就这段还在修，我们只能倒回去走了。其实七星道就在外面啊，我们在七星道上面在骑的。从这边呢，似乎又可以回到海边了。我们再到海边去转转。
现在我来到了一个平台啊，那我的理解，这边应该是万顷沙最西南面，也是南沙的最西南面的。眼前呢就是深中通道，通往前面的中山区域的这座大桥了。我们来观望一下，这边是南沙，属于广州，对面的就是中山。这一路出去啊，这边应该叫伶仃洋吧。那出了中山就是珠海，珠海的外面呢就是澳门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后面啊，你看啊，这条出海口啊还是蛮宽的，所以以前被称之为洋。这边是伶仃洋。那东莞啊，或者深圳东莞和南沙之间的那条呢，就叫狮子洋，现在也在建狮子洋的通道了。好，这就是我今天要来的终点了。现在呢，我打算下几个台阶，就慢慢的骑回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那边停车场和我的家人去会合。就纯粹在一个有风的日子啊，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骑会车补一下上次没有录到的遗憾啊。好，现在我们准备回到骑行道上去骑行了。将来呢，这个地方应该也会变成一个公园啊，就大家可以到南沙的最西南角这边来看海、闲逛、休闲。但是这边还有很多工程没有完工。我相信啊，这一路也是可以去到很远的，但是我想我就没有必要走那么远了吧，就在这边拐回原路骑行回家。你看这个右侧的这个草啊都枯了，看上去好像有一些东西的感觉。感觉车也是可以开到这里来的。好，现在呢，我就离开
深中通道南沙支线的这个大桥，我们往回走，感觉环境大变啊。应该说这个非常的美观时尚吧。当然，毕竟这个地方利用率很低啊，而且很多的后续的这种工程呢，布拉拉并没有完工，可能也不着急吧。所以这个地方呢，还有待于建设。等到以后有更多的活动在这边举办的话呢，我相信慢慢会完善的。好，现在我又回到了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里面了，准备从这边穿过，就结束我今天的骑行。在这些体育场馆之间，还搞了一些小玩意儿，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可能就是五月天来这边巡回演唱会的一些宣传品吧。果然是的。这边有一个导览图，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一个立体的导览图，你可以看到最大的就是右下的这个大的体育场，有一个观海平台，我上次上去过，今天上不去了。然后这边呢有一个中央广场，边上呢有体育场，还有一些游泳馆之类的，大概就这样子的吧。好吧，我们就随便逛逛就好。这应该是游泳馆吧。这么一个巨大的体育中心啊，这个管理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就如果没有太多活动，那光是这管理费都不菲。希望它不要仅仅成为一个形象工程啊。看到外面有一片绿茵场，
这个可能是唯一有人在利用踢球的一个地方了。感觉右侧这个体育场都是被围蔽的状态，围得死死的，可能就不能让人家过去吧。好了，从这边呢就可以骑到马路上去了啊。那我们今天在南沙20冲这边的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的骑行闲逛也就到此结束了啊。谢谢大家根据这个镜头到南沙来走走看看，谢谢大家的陪伴观赏，我们改日出行再见吧，拜拜。